第一课，周末计划。嗨，安娜，我在想周末，我们一起计划一些难忘的事情怎么样？听起来不错，约翰。我准备好了，你在想什么？探索一条新的远足路线怎么样？这是享受大自然和锻炼的好方法。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以前从未徒步过，但我愿意尝试一下。别担心，安娜，我一定要选择一条适合初学者的简单路线。谢谢你，约翰。我很感激你的体贴。我们也可以打包一顿野餐，然后在山顶上吃。徒步旅行后，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奖励。这是个好主意。我会为我们准备一些美味的三明治和小吃。完美，我会带一条毯子和一些饮料。这将是一次在大自然中放松身心的假期。我已经很兴奋了，约翰。我等不及周末到了。我也是，安娜，这将是一段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第二课，餐饮选项。安娜，从这里步行即可到达几个很棒的餐饮场所。真的吗？这很方便。我喜欢尝试新餐厅。你推荐哪一个？好吧，有一家叫做 La Trattoria 的意大利餐厅，他们提供美味的意大利面和披萨。意大利菜听起来很诱人。我想吃点意大利面，让我们试一试。不错的选择，安娜。我听说他们的千层面特别棒。那就解决了。我们将去 La Trattoria 尽情享用一些令人垂涎欲滴的意大利菜肴。绝对可以，我敢肯定，我们将在那里享受愉快的用餐体验。我等不及要品尝这些味道了。这将是一个难忘的夜晚。的确，安娜，美味的食物和好的陪伴会让您度过美好的时光。第三课，合作实现。此外，我们应该确定这种伙伴关系的时间框架。你说的对，约翰。重要的是要清楚地了解我们将合作多长时间。我建议我们最初建立为期1年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评估我们的进展，并决定进一步的合作。这听起来很合理，约翰。他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实现目标，并评估我们的兼容性。没错，而且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来可以随时延长合作伙伴关系。同意。在我们的专业工作中，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至关重要。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个页面上，安娜。这种伙伴关系对我们双方都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也这么认为，约翰。让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共同的成功而努力。第四课，经验丰富的培训师。我们应该考虑为我们的团队聘请经验丰富的培训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他们可以指导我们的员工。我完全同意，约翰。经验丰富的培训师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并帮助我们的团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行业知识，确保我们的员工接受一流的培训。绝对可以。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的团队将装备精良，能够应对他们遇到的任何挑战。此外，经验丰富的培训师可以为我们员工的职业成长和发展做出贡献。没错，约翰，他们可以激励我们的团队成员追求卓越。这是对我们员工队伍的明智投资，安娜。有了熟练的培训师，我们可以培养持续学习的文化。我相信这将为我们的组织带来绩效的改善和整体成功。第5课，等待时间。安娜，他们说你可能需要48小时才能把它找回来。对于给您带来的不便，我深表歉意。没关系，约翰，我知道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我只需要耐心等待。的确，等待可能具有挑战性，但希望等待是值得的。我也希望如此，约翰，我把它拿回来只是时间问题。在你等待的时候，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或支持你吗？你的提议意义重大，约翰，感谢你的支持。我现在可以做到，但谢谢你的提问。不客气，安娜。请记住，如果您需要任何东西，请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我会的，约翰，感谢您的理解，我会随时向你通报最新进展。请去做，安娜。我在这里等你，我希望你能比预期的早点把它拿回来。第6课，瀑布。我也梦想着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星期天似乎是去那里旅行的完美日子。雄伟的瀑布一定是值得一看的景象。这是大自然的奇迹之一。水的纯粹力量令人敬畏。我听说瀑布的声音是雷鸣般的。亲眼目睹，这一定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我同意，瀑布的美丽令人着迷。我能想象雾气从层叠的水中升起。这个景象永远伴随着你。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参观。当然，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目的地。我一定要用镜头拍下坠落的景象。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重温回忆。让我们尽快为我们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探险做好计划。第7课，透过摄影师的镜头。的确，看到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捕捉到的美丽，真是令人鼓舞。照片有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它们可以将我们带到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摄影师捕捉瞬间的技巧非常出色。每张照片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单张图像如何唤起情感，真是令人着迷。一张精心构图的照片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视角和构图起着重要作用。照明和色彩也对整体影响做出了贡献。
照片可以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他们从非凡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平凡的事物。我很欣赏那些注重细节的摄影师。他们的奉献精神和激情在他们的工作中大放异彩。我们应该花点时间欣赏摄影艺术。第8课，挑战现状。你不害怕挑战现状吗？有时候，变革是进步的必要条件。质疑既定规范需要勇气。我相信质疑和寻求更好的替代方案。这些抗议活动发生在世界各地，你认为他们会带来变化吗？他们无疑提高了认识，并推动了对话。解决需要注意的问题很重要。变革通常始于敢于畅所欲言的人。集体行动的力量不容低估。这些运动有可能塑造更美好的未来。看到人们为自己的信仰挺身而出，真是令人鼓舞。进步往往是由那些挑战现状的人推动的。希望这些抗议活动能带来积极的转变。第9课，查找信息。这是一个可靠的地方，非常适合查找信息。是的，我经常将其用于研究目的。现有的广泛知识令人印象深刻。这是学习和扩大我们理解的宝贵资源。我很欣赏触手可及的信息所带来的便利。获得不同的视角也是有益的。这是一个促进共享和协作的平台。我发现它有助于探索新话题和随时了解情况。但是，信息的可靠性至关重要。的确，事实核查在数字时代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是挑剔的信息消费者。同意，批判性思维对于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中航行是必要的。第10课，艺术的影响。艺术如何对我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艺术具有唤起情感和激发思想的力量。它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艺术表现可以挑战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一种交流想法的媒介。艺术可以成为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变的催化剂。它能激发创造力，激发想象力。它激励我们并鼓励自我表达。艺术有能力超越语言和文化障碍。它连接人们并弥合不同社区之间的鸿沟。让我们感谢和支持艺术家及其贡献。当然，艺术以深刻的方式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第11课，在同一个航班上。我们在同一个航班上，太棒了！是的，这是一个惊喜。你托运行李了吗？
是的，我有。你做过同样的事情吗？绝对可以，最好尽早办理登机手续。我同意，它可以节省在机场的时间。此外，它还可确保您的行李与您乘坐同一航班。确实如此，知道一切都井然有序，真是令人放心。绝对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的行李最终被送到了另一个城市。这可能很不方便，我很高兴我们不必为此担心。我也是，现在我们可以专注于享受我们的旅程。绝对可以，我等不及要探索我们的目的地。这将是一段奇妙的旅程。我完全同意，让我们充分利用它。绝对是，我很期待。第12课，热身和伸展运动。第12课，他们建议热身和进行动伸展运动。态拉伸和泡沫滚动以进行热身。这很有意思，我听说过动态拉伸，但什么是泡沫滚动？泡沫滚动是一种使用泡沫滚轮的自我按摩技术。啊，我明白了。泡沫压制的好处是什么？泡沫滚动有助于缓解肌肉紧张并提高灵活性。这听起来很有好处。动态拉伸怎么样？动态伸展运动是热身肌肉的积极动作。那么，它们与静态拉伸有区别吗？是的，静态伸展涉及保持姿势，而动态伸展涉及运动。我明白了，很高兴知道其中的区别。绝对可以，将两者都纳入日常热身，可以帮助防止受伤。这是有道理的，我一定会试试的。太棒了！运动前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我完全同意，我们的健康和福祉应该永远是第一位的。第13课，户外活动和装备。的确，他们会知道适合不同类型户外活动的最佳装备。这很有帮助。有时候选择正确的装备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绝对可以，户外专家拥有指导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我同意，他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我们喜欢的活动推荐装备。他们还可以提供有关安全设备的宝贵建议。这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徒步旅行或攀岩等活动而言。绝对是，适当的装备和安全措施对于成功的郊游至关重要。很高兴知道我们可以信赖他们的专业知识。绝对可以，投资优质装备可确保更好的户外体验。我完全同意，拥有可靠耐用的装备是值得的。它还增加了活动的乐趣。没错，当我们做好充分准备时，我们就能完全沉浸在体验中。第14课，新爱好。你的新爱好听起来很有趣，这是什么？早上好，
我把绘画当作一种爱好。太棒了，你喜欢吗？绝对可以，这是放松和表达我的创造力的好方法。我能想象，绘画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确实如此，我喜欢它如何让我探索自己的想象力。太棒了，你有最喜欢画的题材吗？我最喜欢画风景和自然场景。大自然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灵感，颜色和纹理都很漂亮。是的，我觉得在画布上重现自然世界的美景，让人平静下来。我明白为什么，这一定是一种充实而有意义的爱好。绝对是，我很高兴我发现了这种激情。我为你感到高兴，追求爱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欢乐和成就感。第15课，寻找出路。很容易找到吗？是的，你不能错过。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对这个地区不熟悉。别担心，这是一个著名的地标性建筑。这令人放心，我不想迷路。我明白，最好有明确的方向。绝对可以，我更喜欢做好准备，并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它可以节省时间并减轻压力。没错，我想充分利用我们在那里的时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敢肯定，我们会玩得很开心。我很期待，谢谢你指导我。随时，我很乐意提供帮助。我很感激，让我们一起享受我们的冒险吧。第16课，从头开始烤面包。我一直在考虑尝试从头开始烤面包。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自制面包既美味又有意义。我听说这个过程可能有点具有挑战性，你有什么提示吗？从一个简单的食谱开始，然后严格遵循它，准确测量您的食材。我应该使用多用途面粉还是面包粉？面包粉非常适合制作面包，因为它具有更高的蛋白质含量，有助于形成更好的结构。我明白了。酵母呢？我可以用速溶酵母代替活性干酵母吗？是的，你可以用速溶酵母代替活性干酵母，只要确保按照所用酵母的特定类型说明进行操作即可。面包通常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膨化？这取决于食谱，但平均而言，第一次上升可能需要1至2小时，第二次上升可能需要30分钟到1小时。烘烤面包时，我应该以特定的温度为目标吗？大多数面包食谱都要求将烤箱预热至约400至450华氏度，200至230摄氏度。按照食谱中的说明进行操作，以获得最佳效果。我很高兴能尝试一下，
我希望结果很好。我敢肯定会的，只要记得耐心等待，享受这个过程即可。烘焙面包可能是一种有趣而充实的体验。谢谢你的鼓励，我会试一试，然后告诉你进展如何。我很期待听到你的烘焙冒险经历，祝你好运。第17课，令人垂涎的糕点。今天我遇到了一家面包店，他们陈列的糕点令人垂涎欲滴。哦，我能想象，糕点通常是视觉和味蕾的享受。你有没有尝试过在家做糕点？是的，我有，这有点耗时，但结果是值得的。你最喜欢做什么糕点？我喜欢做牛角面包，将面团层压并看到层状形成的过程令人着迷。这听起来很有挑战性。你有没有更简单的糕点推荐给初学者？如果你刚刚开始，你可以尝试做油酥点心，它用途广泛，可用于各种甜味和咸味食谱。你有什么技巧可以让糕点变成片状质地吗？在整个过程中，保持黄油和面团的低温至关重要。冷黄油在烤箱中融化时会产生蒸汽，从而形成片状。如何防止糕点变得过于油腻？确保使用高质量的黄油，并按照食谱中的说明确定黄油与面团的比例。适当的折叠和冷却也有助于防止油腻。我很想尝试做糕点，这似乎是一个有趣又美味的项目。绝对是，尝试不同的口味和馅料可能会很有趣。享受这个过程，品尝美味的结果。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收集食材，然后试一试。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敢肯定你会做一些很棒的糕点，祝你好运。第18课，晨练习惯。你有晨练习惯吗？是的，我愿意。我练习瑜伽，然后慢跑开始新的一天。瑜伽听起来很有趣，初学者可以尝试哪些基本的瑜伽姿势？你可以从山地姿势、朝下的狗姿势和儿童姿势等姿势开始，它们有助于改善姿势和灵活性。练习瑜伽需要瑜伽垫吗？虽然瑜伽垫可以提供缓冲和稳定性，但它并不是必须的，尤其是对于简单姿势而言。像地毯这样的防滑表面也可以起作用。瑜伽课通常应该持续多长时间？这取决于您的偏好和可用时间。你可以从15至20分钟的疗程开始，随着你变得更舒服，逐渐延长时长。早上慢跑有什么好处？早上慢跑有助于增强心血管健康，改善情绪，并提高全天的能量水平。慢跑时，我应该瞄准特定的时长或距离吗？从舒适的步伐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持续时间或距离。倾听你的身体，
避免过度劳累。我现在有动力开始晨练了，这听起来像是开始新的一天的一种健康方式。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一致性是关键，所以尽量养成习惯，记得适当热身和降温，以防止受伤。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把瑜伽和慢跑纳入早晨的日常活动中。不客气，我相信你会享受定期锻炼的好处，好好锻炼吧。第19课，比较价格。是的，他们省钱。购买前你会比较价格吗？绝对可以，比较价格可以帮助我做出明智的决定，并获得最物有所值的收益。有效比较价格的方法有哪些？一种方法是查看不同商店或在线零售商的价格，为方便起见，您还可以使用价格比较网站或应用程序。比较价格时是否有具体因素需要考虑？除了价格本身，还要考虑运费、退货政策和产品评论等因素，这些可能会影响您对购买的整体满意度。比较价格时，如何确保产品的质量？阅读产品评论和评分可以让你对质量有所了解。此外，寻找信誉良好的品牌或检查产品是否符合某些标准或认证。在购买之前，等待销售或折扣值得吗？这取决于购买的紧迫性和潜在的节省。如果商品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折扣很大，那么等待可能是值得的。有比较价格特别重要的项目吗？是的，对于电子产品或电器等大宗商品，比较价格可以帮助您节省大量资金。在购买之前，我将开始比较价格，这似乎是确保我获得最优惠价格的明智方法。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通过一点研究和比较，你可以让你的钱走得更远。祝您购物愉快。第20课，热爱烹饪。嘿，你喜欢做饭吗？是的，我喜欢它。烹饪让我能够发挥创造力，尝试各种口味。太棒了！你最喜欢做什么？我喜欢烹饪各种美食，但我特别喜欢意大利和亚洲菜肴。你喜欢使用什么特定的食材或口味吗？我喜欢使用罗勒、香菜和迷迭香等新鲜香草，为我的菜肴增添鲜艳的味道。像小茴香和姜黄这样的香料也是我的最爱。你有最喜欢的烹饪技巧吗？我喜欢烧烤和炒菜，因为它们能带出食材的天然风味和质地。有什么烹饪技巧可以和像我这样的初学者分享吗？从简单的食谱开始，然后逐渐用更复杂的食谱挑战自己。严格遵循食谱，不要害怕尝试，并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进行调整。你有寻找新食谱的首选资源吗？我经常浏览烹饪网站，观看烹饪节目，关注美食博主寻求灵感。
食谱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我很高兴能探索烹饪世界，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有意义的美味爱好。确实如此，享受这个过程，品尝你的劳动成果。烹饪可能是表达你的创造力和通过食物分享快乐的绝佳方式。感谢您分享对烹饪的热情，我等不及要开始了。不客气，我敢肯定，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口味世界，在厨房里找到乐趣。祝您做饭愉快。第21课，管理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风险。我同意，制定计划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分析竞争对手，找出他们的优势和劣势。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的竞争优势。是的，我们需要持续监控市场趋势和消费者偏好。绝对可以，保持最新状态将帮助我们适应，并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我们还应该专注于改善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这对于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至关重要。此外，我们可以探索创新的营销策略，以脱颖而出。是的，有创意和有针对性的营销将帮助我们在市场上脱颖而出。最后，我们应该定期审查我们的定价策略，以确保竞争力。同意，我们需要在保持盈利能力的同时提供价值。第22课，查看和调整数字。这似乎很公平，我们可以查看这些数字，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绝对是，定期评估将使我们步入正轨。我们应该将实际结果与预计结果进行比较。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差距并采取纠正措施。分析任何偏差背后的原因很重要。是的，了解原因将有助于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然后，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战略和运营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样，我们就能确保我们的目标可以实现且切合实际。此外，我们应该定期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和保持一致。让他们了解情况将促进透明度和信任。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第23课，保证座位可用性。建议预定座位以保证空位。我同意，最好提前获得一席之地。通过预定，我们可以避免在最后一刻出现任何失望。是的，尤其是在高峰时段或热门活动期间。我们可以查看空房情况并在线预定。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预留座位。此外，一些场馆为预留座位提供优先通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拥挤的活动中。最好提前计划并确保我们的位置。第24课，探索不同的活动。
当然，但我也想尝试瑜伽，以获得更好的灵活性。这是个好主意，瑜伽可以改善身心健康。我听说它可以有效缓解压力和改善姿势。是的，它可以帮助放松和调整身体。我认为这将补充我们现有的锻炼习惯。绝对是，它可以提供一种平衡的健身方式。让我们找一家信誉良好的瑜伽馆试一试。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课程和教师。我很高兴看到它如何提高我们的整体健康水平。第25课，难忘的旅行经历。太不可思议了，海滩很漂亮，人们也非常友好。我很高兴你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告诉我更多关于你的旅行的信息。海滩有清澈的海水和柔软的白色沙滩。这听起来像是放松和享受的理想目的地。当地人非常热情，渴望分享他们的文化。在旅行时遇见友好的人总是很棒的。我还尝试了美味的当地美食，并探索了历史地标。这一定是一次难忘而丰富的经历。确实是，我很想再次访问并探索更多。像你这样的旅行经历激励着我计划下一次冒险。第26课，农贸市场。你去过农贸市场吗？是的，我喜欢去那里，这是寻找新鲜农产品的好地方。太棒了，我喜欢支持当地农民。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的食物来自哪里。绝对可以。另外，据说水果和蔬菜含有更多的营养。确实如此，它们通常是在巅峰时期收获的。我也在考虑买一些自制的果酱和面包。这听起来很好吃，自制产品的种类繁多，令人惊叹。与超市购物相比，这是一个不错的改变。绝对是。另外，你可以与供应商互动并提问。它也营造了一种社区意识。是的，这是与当地制作人联系的好方法。我同意，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支持本地企业对经济也很重要。绝对可以，我很期待我们下次访问农贸市场。第27课，营养素和购物。我听说农贸市场的农产品含有更多的营养，是真的吗？是的，人们认为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更有营养。这很有意思，我想这是因为它们是在完全成熟时被采摘的。没错，农产品在货架上存放的时间越长，它流失的养分就越多。这是有道理的，我想我会开始更频繁的在农贸市场购物。这是个好主意，
你不仅可以获得新鲜农产品，还可以支持当地农民。我也在考虑买一些有机产品。如果你想避免使用杀虫剂，有机产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很高兴有更健康的替代品可用。是的，重要的是要对我们吃的食物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一定会试一试。感谢您提供的信息。不客气，享受在农贸市场购物的乐趣。第28课，家庭安全。我安装了窗口警报，如果未经许可打开窗户警报器会提醒我。这是一项明智的安全措施，它有助于确保您的房屋安全。是的，知道如果有人尝试进入，我会收到提醒，我感到更加安全。采取措施保护您的房屋和财产很重要。绝对可以，家庭安全应始终是重中之重。市场上有各种安全系统可供选择。我更喜欢窗户警报，因为它们既简单又有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找到适合您需求的安全系统很重要。是的，当我出门在外时，它让我高枕无忧。这是家庭安全系统的主要目标，让您高枕无忧。我很高兴我决定安装它们。在家庭安全方面，积极主动总是更好。第29课，旅行选项。你有没有考虑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方便且环保的出行方式。我同意，它可以为您省去开车或停车的麻烦。另外，您不必担心交通或寻找停车位。确实如此，公共交通可以节省时间和压力。它还更具可持续性，因为它减少了道路上的汽车数量。我正在考虑在日常通勤时尝试一下。这是个好主意，它也可能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选择。我得查看我所在地区的时刻表和路线。通常会有提供这些信息的应用程序或网站。我一定会调查的。感谢您推荐公共交通工具。不客气，我希望你觉得它既方便又愉快。第首先， 30课，时间表遵守似乎截止太紧了，日期。我不确定我们能否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任务。我理解你的担忧，我们需要高效的工作才能按时完成项目。第30课，遵守截止日期。是的，我们需要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并保持专注。将项目分解为更小的、可管理的任务可能会有所帮助。这是个好主意，这将使工作量更易于管理。我们还应该定期沟通，并及时解决任何问题。良好的沟通是确保每个人意见一致的关键。我们也可以考虑委派任务，以提高流程的效率。这可能有助于分配工作量并加快进度。
我们需要保持井井有条，并跟踪我们的进展。同意，定期更新进度将帮助我们保持正轨。让我们尽最大努力，共同努力，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任务。绝对可以，我相信只要有适当的计划和有效的团队合作，我们就能实现这一目标。第31课，徒步探险。去远足怎么样？附近有一条漂亮的小径。这听起来不错，我喜欢探索大自然。徒步旅行是保持活跃和享受户外活动的绝佳方式。我同意，这是与大自然联系和锻炼身体的绝佳机会。此外，我们将要走的小路可以欣赏到周围群山的壮丽景色。哇，听起来太神奇了！我等不及要看看风景了。带上一些必需品很重要，例如水、零食和舒适的鞋子。绝对可以。我们还应该带上地图或使用徒步应用程序来保持正轨。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请务必将我们的徒步计划告知他人。好主意，让其他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总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应该在出发前查看天气预报，以防万一。绝对是，我们不想在远足期间遇到恶劣的天气。同意，让我们计划一下本周末的徒步旅行吧，这将是一次奇妙的冒险。第32课，营销策略讨论。你好，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新营销策略？是的，我有一些想法，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太棒了，我们需要找到创新的方法来吸引目标受众。我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将是一个有效的推广渠道。这是个好观点，我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与客户互动。我们还应该考虑与业内有影响力的人合作。是的，与有影响力的人合作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品牌的影响力。我们应该专注于创作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引人入胜的内容。绝对可以，有价值和相关的内容将吸引和留住客户。分析竞争对手的策略以保持市场领先地位非常重要。同意，了解他人的所作所为可以为我们带来竞争优势。我们还应该为在线广告分配预算，以提高品牌知名度。好主意，战略广告活动可以产生更多的潜在客户和销售额。最后，我们需要跟踪和衡量我们的营销工作的结果。确实，监控指标将帮助我们做出以数据为导向的决策。第33课，园艺用品。我找到了一家出售园艺用品的商店，太神奇了。这是个好消息，这省去了我寻找他们的麻烦。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工具、种子和植物，可以满足所有园艺需求。这很方便，我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我需要的一切。他们还为环保园艺提供有机肥料和杀虫剂。
太棒了！我更喜欢在我的花园里使用有机产品。他们有知识渊博的员工，可以提供园艺技术方面的建议。这很有帮助。我可能会向他们寻求一些园艺技巧。他们提供送货服务，因此您可以将物资送到家门口。这很方便，特别是对于像土壤和花盆这样的大件物品。它们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因此您可以以实惠的价格获得优质的产品。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直在寻找超值优惠。总的来说，它似乎是一家可以满足您所有园艺需求的可靠商店。我很高兴去看看，感谢您分享信息。第34课，考虑其他因素。30，好吧，我会那样做的。我还应该考虑什么？你应该考虑预算并相应的分配资金。这是个好观点，我会确保在分配的预算范围内进行规划。此外，请考虑时间表，并为每项任务设定切合实际的截止日期。对，有效管理时间以确保及时完成很重要。不要忘记评估潜在风险，并制定应急计划。当然，为意想不到的挑战做好准备至关重要。定期与团队成员沟通和协调也很重要。良好的沟通是使每个人保持一致和了解情况的关键。而且，不要忽视质量控制和关注细节的重要性。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在项目的各个方面追求卓越。最后，记得评估结果，并从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持续改进对于长期增长和成功至关重要。第35课，寻找宁静。当然，它就像心灵的重置按钮，带来宁静感。我完全同意，在和平的环境中可以恢复活力。大自然有办法使我们的心灵平静下来，缓解压力。这是真的，仅仅被绿色植物包围就可以起到舒缓的作用。鸟的鸣叫声和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可以起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治疗作用。鲜花的香气和新鲜空气增添了整体的宁静。这是摆脱日常生活喧嚣的好机会。绝对可以，它使我们能够放慢脚步，欣赏周围的美丽。无论是安静的公园还是宁静的花园，寻找宁静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为我们忙碌的生活带来了平衡感和内心的平静。花点时间享受大自然的宁静，可以对我们的幸福产生积极影响。它温和地提醒您停下来，呼吸并活在当下。因此，让我们腾出时间寻求宁静，拥抱大自然的宁静。我完全同意，让我们优先考虑我们的幸福感，并尽可能地找到宁静的时刻。第36课，滚衣服可以节省空间。你有没有试过把衣服卷起来，而不是把它们折起来？不，我没有。真的有区别吗？
是的，确实如此。滚动衣服可以节省行李箱中的空间，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皱纹。这听起来很有趣，它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好吧，与其将衣服折平，不如将它们紧紧地卷起来。这种方法有助于压缩衣服，并减少它们占用的空间。我明白了。那皱纹呢？它们还会出现吗？滚动衣服实际上有助于防止皱纹。由于卷得很紧，因此折痕更少，面料起皱的可能性也较小。太棒了！旅行时要处理的皱纹少一点就好了。没错。另外，卷起的衣服更容易整理和放在手提箱里找到。我从来没想过，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很棒的包装技术。它无疑使打包效率更高。你应该在下次旅行时试一试。我会的，感谢您分享这个有用的提示，约翰。不客气，安娜。我很高兴你发现它有用。旅途愉快。第37课，在线广告。您是否考虑过将在线广告用于您的业务？不，我没有。值得投资吗？绝对可以。与传统渠道相比，在线广告相对便宜。这很有意思。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更实惠吗？好吧，通过在线广告，您可以更好地控制预算。您可以设置每日或每月限额，以确保您的能力不超支。我明白了。那么，你可以分配较小的预算，同时还能吸引更多的受众吗？没错，在线平台允许您定位特定的受众特征和兴趣，因此您无需花大笔钱就能接触到合适的人。这是一个显著的优势。这听起来像是促进业务发展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绝对是。此外，您可以实时跟踪广告的效果，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这很方便。您可以根据收到的数据来优化广告系列。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更高效、更可衡量的广告方法。我一定会为我的企业研究在线广告。感谢您分享这个宝贵的见解，约翰。不客气，安娜。我很高兴能帮上忙。祝你的广告工作好运。第38课，从哪里开始学习英语？你认为开始学习英语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好吧，我认为一个不错的起点是学习语法和词汇的基础知识。这是有道理的。掌握基础知识对于奠定坚实的基础至关重要。绝对可以。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就可以开始练习口语和听力技巧了。确实如此，口语和听力对于提高任何语言的流利程度都至关重要。而且，与母语为英语的人或语言交换伙伴进行对话也很有帮助。这是个好主意。沉浸感和练习是提高语言能力的关键。
确实。此外，阅读英语书籍、看电影和听英语音乐也可以增强您的语言学习之旅。我同意，多样化学习资源可以让事情变得有趣，并帮助你接触不同的环境。没错，你沉浸在语言中的次数越多，你的进步就越快。我很高兴我们在同一页面上。学习英语是一段旅程，但只要不断努力，任何人都能成功。绝对可以。我很高兴能继续我的语言学习之旅。谢谢你的建议，约翰。不客气，安娜。祝你在英语学习中一切顺利。第39课，按照在线教程学习英语。您是否遵循任何在线教程来提高英语水平？是的，我愿意。在线教程是语言学习的宝贵资源。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帮助？在线教程提供结构化的课程和清晰的解释，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学习新概念。确实如此，他们经常将复杂的主题分解成可管理的部分。没错。此外，许多教程都提供互动练习和测验来练习所学内容。这是增强理解力和测试知识的绝佳方式。它是。最棒的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并在需要时重温课程。这种灵活性绝对是一个优势。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日程安排量身定制学习。绝对可以。在线教程还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语法和词汇到发音和对话练习。太棒了，它使您可以专注于特定的改进领域。是的，而且有适用于所有熟练程度的教程，因此初学者和高级学习者都可以从中受益。太棒了，在线提供如此种类的资源真是太好了。绝对是。我鼓励任何学习英语的人浏览在线教程，它们可以成为您语言学习之旅中的宝贵工具。我完全同意，在线教程为学习者提供易于理解的全面指导。我很高兴我们在同一页面上。在线教程改变了我的游戏规则，我强烈推荐它们。感谢你分享你的经验，安娜。我敢肯定，许多学习者会发现它很有帮助。第40课，带零食和饮料去郊游。我们可以带点零食或饮料去郊游吗？是的，这是个好主意。我会带点零食。太棒了！在我们的冒险中，有东西可以咀嚼，总是很不错的。绝对可以。另外，它比在旅途中购买零食更方便，更具成本效益。确实如此，自带零食可以让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零食，从而为我们节省一些钱。它可以确保我们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尤其是在我们有任何饮食限制或偏好的情况下。确切地说，
满足我们的个人口味和需求很重要。我还会打包一些饮料，让我们全天保持水分。太棒了！保持水分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户外活动中。与我们小组中的其他人分享零食和饮料也是一个不错的举动。确实如此，它为我们的郊游增添了社区和友好的元素。我很高兴我们在同一页面上，我一定会为我们的冒险准备一些美味的小吃和清凉饮料。谢谢你，安娜，我很期待，让它成为一次难忘的郊游吧。